本体高斯的战力有多离谱，直接打哭了眼前的巴尔坦星人。然而这龙虾怪背后的真相却令人动容。就在巴尔坦星人宣布移居地球之时，防卫军战斗机直接入侵了巴尔坦星，在一番狂轰滥炸下，也激怒了龙虾怪，随即发出光线，上百艘战斗机全军覆没。此时人类的屏障仅剩 SRC 的战机，而一向主张和平的 SRC 放出了大喇叭，播起了和平的音乐。在人类一致的歌声下，空中的巴尔坦星人似乎被歌声打动，沉睡了过去，缓缓落在了地面。而就在 SRC 还在思考下一步行动时，森村指挥官却命令军队趁他睡要谈论。被偷袭的巴尔坦星人怒不可遏，此时他已经不打算再与人类谈判，而是要直接占领地球。但小巴尔坦星人并未放弃与人类和睦相处，也并不想侵占地球，他们只想有一个新家园。随后便将徽饰还给了武藏，并且告知武藏，让他召唤奥特曼，阻止大龙虾怪入侵地球。为了地球以及巴尔坦星人的安危，受到鼓舞的武藏在心灵的呼唤之下，终于召唤出了高斯奥特曼。这正是武藏勇气的象征。在小伙伴们的追随下，高斯来到空中，开始劝说巴尔坦星人返回自己的星球。但巴尔坦星人已经下定决心入侵地球，随后便将高斯引到了自己星球残骸上。而就在高斯刚刚落地之时，龙虾怪召唤出无数尖刀。只见尖刀急速向高斯冲去，高斯直接来了个龙卷风摧毁停车场，瞬间破解了气功室。随后龙虾怪来到陆地之上，高斯也来了个滑翔落地。在一番战斗下，龙虾怪眼见不是高斯的对手，直接升级形态提高了战斗力。但本体高斯拥有更强悍的战力，面对龙虾怪的无数飞刃，硬生生用双手将其破解。但此时龙虾怪一发光鞭捆住了高斯，眼看即将触及龙虾怪的攻击范围，高斯一个蓄力挣脱光鞭，在拉开距离后直接变身日冕形态。这个形态下的高斯犹如战神附体，一拳便打断其触手，更是在肉搏状态下占尽上风，甚至利用瞬移耍的龙虾怪团团转。气急败坏的龙虾怪直接分出5个分身，可万万没想到高斯也同样分出5个分身。眼见无法讨到一点便宜，龙虾怪随即恢复真身开始战斗，但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，都被高斯稳稳压制一头。即使自己再次发出坚刃射向高斯，可高斯犹如开挂般，再次利用旋转破解了攻势，战力恐怖如斯。随后高斯直接发射大招将龙虾怪击飞。眼见无法取胜的龙虾怪停止了战斗，眼睛中流出了绝望的泪水。他无法给自己的孩子们继续寻找一个美好的家园。随后在自己的自爆下，巴尔坦星人失去了生机，而全场战斗中灯都没亮的高斯也明白了巴尔坦星人的用意，发出光线将巴尔坦星人恢复了原样。此时的人们也为了巴尔坦星人的做法感到遗憾，可万万没想到森村指挥官此时还想来个背刺。但武藏的警察父亲及时出现，在与武藏的合力配合下，终于制止了导弹的发射。而此时大龙虾怪在无数的小巴尔坦星人簇拥下离开了地球，但他们与武藏的友情仍在，也为后续最终决战埋下了伏笔。随后高斯也在和武藏道别之后飞离了地球，但与武藏的羁绊一直都在。